这是个明明氪金就能改变血统的世界，我偏偏要去废品站捡别人扔掉的垃圾。开局召唤出一只瘦弱小奶狗，我转头就用垃圾碎片给它改造成刀盾战曲。再次召唤出的散架小骷髅，我反手将其重新拆解，用各种武器碎片组装成重装骷髅骑士。当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废物职业时，我的刀盾已经有能力掀翻整个世界。下一个，李阿奈。李阿奈，那个贫民窟来的，听说他理论成绩全市第一。李阿奈，我知道他，住在黑街那边的贫民窟，靠捡废铁过活。捡废铁的？那他怎么进的咱们学校？理论考试全市第一呗。不过觉醒日嘛，可不是靠背书就能过关的。哼，就是，血统这东西天生的，贫民窟里能飞出什么凤凰？我看他最多觉醒个D级，顶天了。顾少，刚才您的 A 级狂暴炎魔可把全场都镇住了。那冲天火光，半个天空都映红了，这才是真正的天才。觉醒个 A 级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顾少谦虚了，您这首富之子，血统自然高人一等。18年了，就看今天。把手放上去。怎么没反应？不会是个废血统吧？再等等看。机械缝合师那是什么 ？F 级，我家看门的狗都是1级，竟然是这个职业。机械缝合师，那不是100年级就被淘汰的废品职业吗？哼，收破烂的废品职业，绝了！行了，召唤你的第一只契约兽吧，走个流程。机械缝合师 F 级。出来了，这是一条狗。哈哈，一阵风就能吹走的小土狗，绝配！收破烂的配流浪狗。李阿奈，你干脆去天桥底下摆碗吧。行了行了，赶紧下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了。下一个，走吧。初一，李阿奈，看来你这辈子注定只能在垃圾堆里和废铁打交道了。理论成绩再好有什么用？没有血统，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说完了吗？你一个废血统，装什么装？别怕，他们笑你弱，我就把你改成最强的怪物。机械缝合的第一步，就从你开始吧。啊！回来！你干什么？捡了什么？这是活的机械。走，带你去个地方，快到了。陆老头，我来了。这枚邪术的好了。哟，这不是咱们江城一中的大天才吗？听黑市的贩子说，你今天觉醒了个 F 级的收破烂职业，还召唤出这么个快断气的玩意儿。哼，天才陨落，跌落神坛啊！借你的高级地下工作台用一晚，200块想碰我的宝贝台子？你小子疯了还是穷疯了？外加 C 区那堆报废的军用零件，随便我挑。昨晚你那台二手灵能发电机是不是又卡壳了？你问这个干嘛？我顺手帮你改了线圈阵列，现在输出功率比原来高30%。什么？这算租金，不租我立刻把它改回去。你这小兔崽子算计到我头上了！滚去地下室，别把我的台子弄坏了！外面的人说你是废物，说我是垃圾。你想一辈子在垃圾堆里翻耕残神，还是想撕碎那些嘲笑你的喉咙？乖，乖。这不是打铁，
这是缝合，是在造物主的眼皮子底下偷天换日。忍着。就是现在。停不下来，这种感觉。下来，试试。好快。咬那个。强度、速度、咬合力暴涨了不止10倍。F 级，只要我有足够的材料，我能把一条流浪狗缝合成吞噬一切的机械巨兽。过来，过来。嗯？好疼啊，哥哥。初一，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谁？看来刚才那句话只是神经元纠结瞬间激发的残留记忆片段。既然你现在是我的了，就得有个名字。以后你就叫初一，大年初一的初一，新生的意思。别急着高兴，刚才只是基础改造。既然要玩，咱们就玩把大的。别人养神兽，我养盔甲狗。左臂盾，右臂刃。好了，初一，试试看你的新身体吧。今天该收点利息了。走，初一，带你去学校。那不是李阿奈吗？他牵着个什么东西？那狗怎么浑身都是铁皮？他不会是把昨天那只快病死的土狗套上铁皮罐头了吧？快看快看，收破烂的来了！我去，他真把那小土狗套上铁皮了！怕他被风吹死，连夜焊了个龟壳吧。李阿奈，这里是实战矿，不是废品回收站。带着你的垃圾滚出去，别脏了我的眼。顾少说的对，老师，我申请第一个测试，顺便让某些连血统都没有的废物开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战斗力。李阿奈，你的契约兽太弱了，这次测试目标是 C 级机械傀儡，你的狗上去会被直接踩成碎片，你还是弃权吧，去后勤班报道。不用了，老师，我申请和他同时进行测试。这小子疯了 ！F 级的土狗想和 D 级的铁甲犀牛抢风头，还是在 C 级机械傀儡面前，这不是找死吗？好啊，李阿奈，你想找死，我成全你，让他上。随你。上，碾碎他！李阿奈，完了，那小东西要被踩扁了。初一，左臂盾。这怎么可能？挡住了。做得好，初一。右臂刃，切断它。切开了，一刀。这东西为什么会有战场兵器的味道？顾少爷抬举了，贫民窟捡来的破铜烂铁罢了。怎么，你家那只尊贵的 A 级研磨闻不了铁锈味儿？
你贫民窟的破铜烂铁，不可能，那一刀的力量绝不是 F 级能有的。顾少脸色好难看。废话，他的盐田都不一定能一刀切开 C 级傀儡。胡闹！简直是胡闹！是院长！完了完了，院长发飙了！没有高温融坏的痕迹，只有极致风力带来的绝对平滑。带着你的东西，滚到我办公室来。是，院长。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道？知道。机械缝合，100年之前就被全联盟明令禁止的危险途径。院长，你以为把几块废铁强行接到一条流浪狗身上就能逆天改命？全联盟只将机械降为生活辅助类职业，并没有明令禁止，法无禁止即可为。你还敢跟我顶嘴？为什么降级？因为这条路是一条死路，强行用精神力链接机械与血肉，排异反应和神经再菜会瞬间摧毁召唤兽的大脑。更可怕的是，作为链接枢纽的缝合师，会因为承受不住这种数据疗而精神崩溃，变成疯子。你今天在实战款出尽了风头，但你敢说你现在大脑没有像针扎一样疼？你敢说这只被你强行改造的狗，下一秒不会因为神经错乱而反噬你？我没事，他也没事。哼，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事。院长，您骂我胡闹。但在我看来，这叫战术升级。战术升级，血统确实强大，只要有院长的需要，万常见资源及不可兵匿的变异概率，我可以在夜足够强度的之间，让一只 F 级的废品拥有超越 C 级甚至 B 级的级战力。纸上谈兵。今天实战馆那台傀儡只是没有防备，真正的战斗不是靠偷袭就能赢的。高机动作战下的神经负荷，你这只破铜烂铁撑不过10秒就会解体。既然您不信，那我们打个赌吧。赌什么？用您办公室隔壁的私人高级实测室开 B 级死亡弹幕测试，如果初一撑不过30秒，或者我精神崩溃，我立刻主动退学，这辈子不再碰机械缝合。如果我赢了 ，B 级死亡弹幕那是专门用来测试大3精英学院反应极限的阵列，别说一只 F 级改造狗，就算是顾灵川那只 A 级研磨进去也绝对撑不过20秒。如果你赢了呢？我要学院特批我进入地下3层的废弃军械库，并且以任何我的改造，学院不得干涉。好，我成全你。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重塑战斗逻辑。初一，走了。最后问一次，你确定？开始吧。结束了。初一，超频模式开。什么？这不可能！这不是生物在战斗。10秒。这是一台被写死完美代码的杀戮机器。20秒，25秒。30秒，时间到。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手法，你到底从哪儿学的？自学成才。李阿奈，你赢了。地下3层的废弃军械库从今天起对你开放，但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弄出什么失控的怪物，我会亲手用雷暴把你轰成渣。多谢院长。初一，收工，咱们去领战利品。废弃军械库，让我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这是……太美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里是垃圾场，但对于一个机械缝合师来说，这里是天堂。
在这里面。亡灵系的高阶召唤核心。亡灵系在召唤学中，这是一个极其偏门且危险的凶态。但既然骨片指引我找到它，那就试试。死亡骑士。你在渴望什么？坐骑？你想要一匹坐骑？兄弟，别灰心。既然你跟了我，我就不可能让你骑这种缺钙的玩意儿出去丢人。那是……谁规定骑士一定要骑马的？初一，警戒！我要开始干活了。过来！坐进去。机械缝合，灵魂仙界。这不是驾驶，这是彻彻底底的人车合一。哈哈哈哈哈！太完美了，太完美了！干得不错，下次给你换个 V12的发动机。警告：地下3层检测到极高能质能量反应。院长，监控探头拍到了，一团巨大的黑影正在向地下车库出口移动，速度极快。那个疯子到底造出了什么？所有人，准备战斗！那东西要出来了！李阿奈，院长，死亡骑士嘛，骑士总得有坐骑吧？我看军械库里那匹骨头马实在太缺钙了，就顺手帮他把坐骑战术升级了一下。您放心，排量绝对达标。这就是你说的亡灵系召唤物，神他妈战术升级，神他妈排量达标！谁家死亡骑士的坐骑是一辆8轮泥头车呀？我教了30年召唤学，我感觉我的常识正在被按在地上摩擦。亡灵死气与内燃机结合，你知道这玩意儿要是开出去会惊动多少人吗？知道。但我需要力量。3天后就是江城一中最重头戏的年度演武场，到时候江城各方势力、财阀、贵族、教廷高层都会你来，带着这玩意儿出现，就等于向整个血统体系宣战。宣院长，您说错了，我只是去收点利息。黑阶王座，谁与争锋？3日后旧车厂分生死。初一，有人想找死。3天后，我们让他知道什么叫时代变了。你小子把老子的 V8 引擎塞进泥头车里了，你爹当年都没你这么疯。阿奈，你知道这玩意儿一旦开上街意味着什么吗？知道，教廷、龙血议会、贵族派，他们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你爹当年就是这知道。等着，密码6个6，打开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旧时代黑暗纪元的残剑，这东西叫加特林。当年这东西被缝合师们称为6根清净，那些弹头是用高浓度灵能压缩而成的贫铀弹，1分钟6000发，能把任何护盾撕成碎片。老陆，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捡破烂的罢了。东西送你了，教廷和学院的调查组明天就会把你的底裤都翻出来。你最好在这之前给自己弄个像样的保镖。保镖？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出来吧。
小家伙，算你运气好，今晚我让你立地成仙。初一，警戒，骑士守门，咱们再缝一个。南无加特林菩萨，6根清净贫油蛋，以后你就叫普渡。你小子是想发动一场战争吗？老陆，3天后就是年度演武场，顾凌春发了生死挑战书，教廷和龙血协会的人都会来。所以你就连夜给自己操了一支军队。你知道这东西一旦开火会嘎了多少人吗？老陆，我父母的事你知道多少？你爹李长风，你娘苏婉，都是黎明计划的核心成员。100年前，人类用机械缝合技术，差点把那些所谓的神明从天上打下来。后来呢？后来，教廷和那些投降的财阀贵族联手，把黎明计划血洗了。你爹为了掩护你娘和你，自爆了灵能海，你娘被教廷抓走了。沈无咎当年赶到的时候，只来得及救出我。你被9重灵能锁封印了血统，扔在贫民窟。我娘还活着吗？活着。教廷把她当成机械缝合实验体，编号01，用她的基因培育所谓的纯血神兽。你说什么？阿奈，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教廷的底蕴远比你想象的要恐怖。你爹娘忍辱负重10几年，不是为了让你去送死。3天后的演武场，他们会来多少人？顾家家主，龙血议会至少来2个议员，教廷那边8成会派一个书记主教，说不定连那个所谓的圣女都会来凑热闹。都来齐了，正好，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拿着，这是你娘当年留下的，密码是你生日。3天后，你要是能活着回来，我再告诉你剩下的。娘，初一，虎度骑士。3天后，我们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纯血老爷们看看，什么叫废铁的怒火。那个废血统的小子今天会来吗？异端总会自己送上门。顾少，今天整个江城的权贵都来了，您这一战可是万众瞩目啊！一个 F 级废品而已，3招之内解决。那是，顾少的 A 级研磨打那堆破铜烂铁，还不是跟玩似的？不过那只铁皮狗确实有点邪门，上次切开 C 级傀儡那一刀，不像是 F 级能有的力量。顾少多虑了，真刀真枪正面打，那堆废铁哪能扛住研磨的龙息？也是，走吧，该我上场了。第一场，高一新生顾凌纯对阵高一新生李阿奈。外面可是龙潭虎穴，顾家、教廷、龙血议会全盯着你呢。我知道。你那只加特林骷髅和泥头车打算什么时候放出来？时候到了自然会出来。拿着，这是当年黎明计划的通讯徽章，你娘设计的。如果教廷的书和主教出手，这玩意儿能干扰他们的圣光仅定3秒，够了。最后一句话，你爹当年说过，机械缝合的本质不是在造武器，是在造可能性。教廷和贵族怕的不是你的废铁，是怕你证明了没有血年的凡人也能把神明拉下马。我爹说的对。李阿奈选手，请立刻入场，再给你30秒，否则视为弃权。怕了，不敢来了。那小子不会真跑了吧？废话 ，F 级对 A 级，不跑等什么？急什么？压轴的总要最后出场。
还真敢来！来了，铁皮罐头！来了，铁皮罐头！上次是土狗套铁皮，这次铁皮杀亮了点儿，以为就能打赢炎魔了。李阿奈，上次在觉醒台，我说过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今天我会当着全江城的面，把你和这堆破铜烂铁一起碾成碎片。初一，听到没有？人家要碾碎你。规则只有一条，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即判负，生死不论。开始！炎魔、龙息，直接烧成铁水！初一，左臂，盾。什么？打完了吧？该我了。初一，右臂刃，超频模式开。怎么可能？炎魔，全方位火环，逼退他！你以为靠偷袭就能赢？炎魔，升空！在地面上，你的破铜烂铁还能蹦跶几下，但在空中，你连碰都碰不到它。完了，那铁皮狗不会飞，这下真成靶子了。可惜到此为止了。顾少要用空对地龙息了，上次直接用这招把一头 B 级岩甲兽烧成了灰。李阿奈，认输吧，你的狗不会飞，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只要你当众跪下，承认机械缝合是上不了台面的废品手艺，我可以饶你一命。初一，他们说你不会飞。谁告诉你我不会飞的？机械缝合，超频解放，反重力模块激活。飞起来了！那堆废铁会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初一，空中战，自由发挥。炎魔，站起来，站起来！顾少爷，你的研磨快不行了，认输吗？我认输。胜者李阿奈。顾灵川，上次你说没有血统，我连给你提鞋都不配。今天这句话，我原样还给你。一个 F 级的废品，一只铁皮狗，当着全江城的面踩着我顾家的脸。机械缝合术、反重力模块，还有那只机械犬击上的骨片，那是起源骨片，此子留不得。反重力模块，你娘的设计！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激活它。起源骨片里存着它的设计图，我只是照着做。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顾家和教廷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不善罢甘休，正好我也没打算就这么收场。
阿奈，你娘当年设计的反重力模块只是她计划的第一步。地下军械库最深处那扇打不开的门，你娘在里面封存了一台终极兵器，代号渊，那是她留给你最后的东西。怎么打开？用这个。我娘还活着吗？活着，但每过一天，她就离死亡更近一条。教廷在用她的基因培育所谓的神之子，等那个怪物彻底成熟之日，就是你娘失去利用价值之时。我还有多少时间？最多3个月。3个月，够了。今晚我去打开那扇门。我会拖住教廷的调查组，但拖不了太久。阿奈，你娘说过一句话：机械缝合的终极形态不是造武器，是造神。F 级打赢了 A 级，他那只狗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感觉江城要变天了。听说你把顾家那小子的炎魔翅膀给折了？初一。干得漂亮。老陆，沈院长给了我一把钥匙，说是我娘留下的。地下军械库最深处有一扇打不开的门，里面有他留给我的东西，代号渊。苏婉那丫头真的把渊留下来了？渊是你娘毕生心血的结晶，一台披着古龙外衣的重型战略轰炸机。当年黎明计划的最后阶段，你娘提出了一个疯狂的理论，用机械缝合术把一头死去的远远古龙骨架和一架重型轰炸机缝合在一起，她称之为终极兵器。如果渊当年能完工，也许你爹就不会死。老陆，今晚我就要去打开那扇门，你跟我一起去吗？废话，你娘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不去看着？万一你个小兔崽子把渊给拆了呢？就是这扇门，你娘当年亲手封印的。我娘有没有说过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她说如果你有本事打开这扇门，就自己进去看。娘，走吧，这扇门一开，教廷的能量雷达迟早会察觉。你娘到底在这底下封了什么？这气息比亡灵系还冷。不管是什么，都是我娘留给我的。走了足足半个小时，眼前视野豁然开朗。这是当年黎明计划的主基地，我娘的钢铁坟墓。这是你娘留给你的渊。苏婉那丫头真的把它做出来了。娘，娘，我收到了。机械缝合，最高权限接近。这小子直接用自己当神经中枢。反应堆点火50%、75%，神经回路连通90%，武器系统自检完成，装甲模块激活。娘，你的设计完美无缺。反应堆点火100%，神经环路连通率100%，武器系统上线，装甲模块全功率运转，终极兵器代号渊重新上线。他活了。渊，从今天起，你是我的了。警告！警告！地下层检测到极高能域能量反应，能量类型机械系亡灵系混合。院长，这不可能！地下3层怎么会有 S 级能量反应？那小子真的把渊唤醒了。院长，地下3层所有监控全部失灵，要不要派人下去？不用，把警报关掉，然后你们所有人……可是院长，离开监控中心，这是命令。苏婉，你儿子比你还疯。阿奈，
教廷的能量雷达肯定已经捕捉到了这里的变动，他们的人随时会到。老陆，上来。我这把老骨头就不上去了，你带着他去做你该做的事。老陆，告诉我娘，我会把他救出来的。去吧，把天捅个窟窿。渊，全功率，撞开他！哎，你说这大半夜的，咱们在这瞎晃悠啥呢？谁知道呢？上面安排的，咱就照做呗。切，净整些没用的。鲁，这什么东西？有怪物！长风，苏婉，你们的儿子真的把天捅了个窟窿。娘，等我。渊，目标王都，全速前进。安提亚，你白天在演武场亲眼看到了那个异端，说说你的判断。他不是普通的 F 级废品，他的机械拳体内嵌着一块起源骨片。起源骨片，苏婉那个女人果然留了后手。100年前黎明计划的核心就是那枚起源骨片，是一台工业文明巅峰的数据核心。苏婉把它分成2半，一半缝着自己的基因链里，用来培育所谓的纯血神兽；另一半他藏了起来。另一半在那个叫李阿奈的少年身上。不止，他把那一半骨片缝进了那条流浪狗的脊椎里，还激活了反重力模块。那小子不是异端，他是苏婉留在世上最完美的复仇兵器。审判长阁下，既然那小子已经激活了起源骨片，我们必须立刻启动净化程序，趁他还没完全掌握骨片的力量。已经启动了，龙血议会的追踪部队正在赶往江城。我申请亲自去。理由？我是教廷圣女，由我亲手净化异端，才能向世人证明神圣教廷的威严不可侵犯。准了，带上圣裁院的审判者小队。100年前我们清洗了黎明计划，将机械缝合术打为禁忌。今天那个异端的余孽又冒出来了，这一次不留活口，包括那被囚禁的地牢里10几年的女人，实验体编号01，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遵命。李阿奈，你到底是谁？从江城方向朝北疾驰，从王都方向向南飞去。初一，飞了多久了？警告！前方检测到高能级圣光反应，数量12，能级评估 A 级，预计接触时间3分钟。圣女殿下，前方能量雷达捕捉到巨大目标，能级 S 级，是那头钩龙。我知道。是否立刻展开攻击阵型？赫尔曼审判长下令格杀勿论。先拦截，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又见面了，圣女殿下。李阿奈，你不该来的，我不能让你过去。赫尔曼审判长下了格杀令，不只是你，还有你的母亲。实验体编号01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你说什么？我娘怎么了？李阿奈，你听我说，我不是来杀你的。我查阅了教廷最底层的绝密档案，100年前根本没有神明降临，所谓的巨龙、天使、纯血神兽，全是教廷和龙血离会用你母亲的基因人工培育出来的嵌合体。教廷用你母亲的基因作为母本，将各种高维生物的基因片段嵌合进去，培育出了所谓的 S 级 SS 级纯血神兽。你母亲不是异端，她是整个血统体系的核心母体，而你李阿奈，你是她偷偷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个没有被嵌合过高维基因的纯净体。你母亲在怀你的时候用自己的基因锁封印了所有外来基因片段，你不是 F 级，你是从未被污染过的人类原初基因。原初基因？圣女殿下，您在和异端说什么？已经好几分钟了。退下，我再给他最后一次忏悔的机会，这是教廷的仁慈。遵命。李阿奈，10几年来，我每晚都会梦到同一个女人，她坐在一个幽蓝色的培养体里，对我说，如果你有一天遇到我的孩子，告诉他，妈妈催出心内，她用最后的力在里打下9里能锁，不是为了封印你的天赋，是为了保护你体内的原初基因，因为那是人类最后的火种。你说什么？你也有我娘的基因？每一只纯血神兽都有，包括我的6亿赤天使血统，所以我欠你母亲一条命，欠你一个真相。第12层，代号母巢。
赫尔曼派了名 S 级圣骑士轮班看守，我能帮你打开前6层结界通行权限，后面的需要你自己闯。因为后6层的密钥在赫尔曼自己的基因锁里，只有打败他才能解开。安提亚，你帮我打开前6层结界，赫尔曼不会放过你。你确定要这么做？我欠你母的今天还了。17年前教廷用谎言建立了血统体系，17年后，该有人把真相还给他们了。我只需要你知道，我不是你的敌人。赫尔曼，17年的债该还了。圣女殿下，我们是否……我不是你们的圣女，从来都不是。圣女殿下，你……我叫安提亚，不叫圣女。那是什么东西？防御，收缩防御！我的护盾撑不住了！太快了，根本瞄不准！他在我们中间！别慌，他的优势是速度和机动性。封锁他的空间，封锁他的活动空间，用联合圣光弹幕把这架骷髅和这只铁皮狗一起压回去。他冲进来了！放下武器，我不想杀你们，你们只是奉命行事。赫尔曼骗了你们，骗了整个教廷。所谓的纯血神兽是用一个人类女人的基因造出来的，你们信奉的神明根本不存在。你们的 A 级血洞，你们的天使血脉，全都是用那个女人的基因培育出来的。你们是人类，不是神选，但这不是你们的错，是教廷骗了你们。我小时候被测出 A 级血统，所有人说我是被神明选中的。你是说那是假的？你的 A 级血统是用实验体灵妖的基因培育起来的。你是人类，不是神选，但这不是你的错。我不想知道真相了。去江城找一个叫沈无咎的人，他会告诉你一切。这是警告，下一波我不会打偏，放下武器或者被击落，你们自己选。我们投降。发射。他留了你们一命，记住这份仁慈。走吧，回王都去，告诉赫尔曼，我安提亚不欠教廷了。都走了。安提亚，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王都？不了，我能帮你打开前6层结界，但需要从外部操作。我会留在王珠外围。你要去哪儿？不知道的。我想找到其他体内有苏婉基因的纯血神兽，也许离能让他们也解脱。保重安提亚。你也是，把你娘救出来，她等了太久了。李阿奈，你母亲还说过一句话，她说你从来不是废物，你是她和你父亲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答案。娘。初一，我们去接娘回家。审判长阁下，圣女带审判者小队出击已经有一阵子了，能量雷达显示他们在王都外围空域停留了很久，要不要派人去接应？不急，安提亚是 S 级6翼炽天使，12名 A 级审判者辅助，一个 F 级废品，翻不了天。等安塔把李阿奈的尸体完整的剥掉来和带回来，完整的起源骨片足够培育出一支 SSS 级的纯血军团。可是那个叫李阿奈的小子能在演武场打败 A 级炎魔，还能真的只是 F 级废物吗？你在质疑我的判断？那个小子的确是苏婉和李长风的儿子，但那又怎样？李长风17年前死在我手里，苏婉被我关了17年，基因都快抽干了。他们的儿子不过是靠着一块骨片和一堆废铁蹦跶的跳蚤。审判长阁下，大事不好了！说，
圣女安迪亚叛变了，她出手攻击审判者队长，那台加特林骷髅趁机开火，还有那头骷髅龙，它的火力太猛了，那只机械犬速太快，联合圣光弹弹根本锁不住它。审判者队长被击落，多名弟兄的飞行圆盘被一刀同时解碎，我们败了。安提亚叛变，苏婉那个女人在机心链里藏的记忆碎片比我们想象的更不是一开始，就是苏婉埋在教廷里的定时炸弹。启动王都所有防空结界，把龙血议会的灭世黑龙军团调上来。审判阁下再怎么办，我要让那个小子有来无回。还有，去地牢第12层，把实验体01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那个小子真的打进来了，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一点一点抽干他母亲最后一丝基因的。遵命。上面好像出事了，刚才有震动传下来。我们的任务是守住实验体01，其他的不关我们的事。17年了，他从来没动过。刚才液体发光了。你看错了，17年了，他从来没动过，可能只是循环系统的编动。到了，娘，等我。李阿奈，我已经就位，前6层结界的通行权限现在激活。前6层结界通行权限已激活，排斥力0，后6层结界强度100%，建议强行突破。渊，全武器系统解锁，目标后6层结。移袭，全员就位，启动所有防空炮台。队长，那东西太大了，那不是流星，那是一头龙。前6层结界怎么变成蓝色了？李长风，17年前你死在我手里，今天你儿子也来送死了。警告，前方检测到 SS 级能量反应，目标灭世龙级 SS 级巅峰，建议全力迎战。用我娘的基因造出来的怪物，也配叫灭世黑龙？那条灭世黑龙的基因深处，同样残留着母亲苏婉的基因印记。渊，主炮审判者，瞄准那条龙，充能100%，充能完毕，目标锁定灭世黑龙。审判者发射。这到底是什么怪物？那台古龙和灭世黑龙打成平手。苏婉，你给儿子留的玩具还真够分量。审判长阁下，那头古龙的能值至少是 SS 级巅峰，而且它的装甲上覆盖着圣光土法，我们的圣光攻击对它效果减半。要不要启动神将计划？还没到那一步，让灭世黑龙拖住古龙，派升级师小队从侧面绕过去，击杀驾驶舱里的小子。没有了驾驶员，那台古龙就是一堆废铁。把地牢第12层的4个吊场上来，实验体01暂时不用管，杀了那个小子他跑不了。去，遵命。左翼装甲受损，损伤程度15%，机动性下降。渊，拉开距离，用航弹逼退他。有效，继续。航弹命中，目标右翼装甲受损。这到底是什么？我的妈！一只狗，一架骷髅压着我们4个 S 级打。渊，主炮连发模式启动，3连右翼根部，3连射充能中，目标锁定灭世黑龙右翼根部。中了，来，中了！不可能！苏婉造的这台破铜烂铁，怎么可能比我的灭世黑龙还强？审判长阁下，古龙的主炮又在充能了！什么？辛苦了，
接下来该结束了。渊，主炮充能200%，过载模式，确定，一炮就够了。不，快躲开！不，我的灭世黑龙！审判长阁下，灭世黑龙没了！灭世黑龙没了，那到底是什么？神吗？不，那是来审判神的。渊，降落在中央广场。赫尔曼在哪儿？我叫李阿奈。3天前，我是江城1中觉醒路上被测出来的 F 级废品。他们说我这辈子只配在垃圾堆里和废铁打交道。今天，我来王都接我娘回家。挡我的人问问我身后的废铁答不答应。王都的陷落并非源于一场激战，而是从那刻开始，恐惧像瘟疫一样蔓延。我们拦不住的，走吧。恐惧是最好的武器。启动神将计划。审判长阁下，神将计划还处于实验阶段，那东西一旦放出来，我们控制不了它。我说启动神将，把地牢第12层那扇最深处的门打开，或者我现在就让你永远闭嘴。门开了。不，那是什么？这是什么怪物？木本把木给我，木本把门还给我。看到了吗，李阿奈，这就是神将，用你母亲基因肥育的所有神兽的废料缝合而成的终极兵器。它不是任何血统，它是所有血统的集合体。来了，渊，能飞吗？反应堆能量30%及近战武器系统。初一普渡，这次不用留手。Gotta fight today to live another day. Speaking my mind today. My words will be heard today. I've gotta make a stand, but I am just a man. I'm not superhuman. My voice will be heard today. 你要我去把它收回？好，我懂了。初一，待着，这是我娘给我的最后一件事。疼吗？被胡乱缝合在一起，每一块碎片都在排斥彼此，每一秒都在承受撕裂和愈合的循环。我知道那种疼，因为我缝初一的时候也疼过。你体内的碎片是我娘留给这个世界的火种，不是让你们被缝成怪物的。回来吧。谢谢娘，我收到了。不可能，那是苏婉的起源骨片，完整的起源骨片，怎么会在你手里？
不可能！你被抽了10几年的基因，你应该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谁敢动我儿子？阿奶，长这么大了。赫尔曼，我娘留给我的东西我收回来了，接下来该算你欠我爹的账了。你站住！我是教廷审判长，我是龙血议会首席，你不能动我！阿娘，娘，我来接你回家了。哭什么？妈不是好好的吗？抬起头，让妈看看。娘，像你爹，眼睛像，鼻子也像，就是太瘦了。回去妈给你做好吃的，补回来。母亲，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你被抽了17年的基因，你应该连一根手指都动不倒，你应该待在地牢里。赫尔曼，17年前了我的丈夫，石奇用我的基因造了无数怪物。你以为我昏迷了，什么都不知道？错了，我一直醒着，每一分每一秒，我看着你们用我的基因做了什么，我看着长风死在我面前，我一直在等我儿子来接我的这一天。你想干什么？你欠长风的命，今天还吧。娘，让我来。不，这是妈的事，你看着就好。不要！赫尔曼，你知道为什么100年前教廷要把机械缝合打为禁忌吗？不是因为它是异端，是因为机械缝合的本质是在造物主的眼子底下偷天换日，而我们这些缝合师，我们不信神，我们只信真理。教廷审判长，龙血议会首席 ，SSE 级灭世黑龙的拥有者，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从世界上被彻底抹去。你爹的仇报了。恭迎机械缝合师回家！长风，你看到了吗？儿子来接我了。10几年了，真正的风。那天早晨，我也站在这个广场上，那时候你还在我肚子里，你爹站在我旁边，说等孩子出生了，要带他来看王都的日出。娘，以后每一天的早晨，你都能看到了。好。吴倔，老陆，好久不见。苏安姐，我来晚了。丫头，10几年了，你怎么瘦成这样？回去让阿奈给你做好吃的，补回来。我那儿还藏着半瓶老酒，给你接风。你那酒还是10几年前从我那儿顺走的吧？你还记得？老陆，你那点家典，苏完杰比你清楚。阿奈，你娘留给你的冤，你爹留给你的骨片，加上你自己缝的初一和普渡，你把我们这些老家伙10几年前没走完的路走完了。还没走完，赫尔曼死了，但教廷还在，龙血议会还在。对，还没走完，但至少你把最难的这一步迈出去了。长风要是知道，一定很欣慰。阿奈，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你取名阿奈吗？从小到大，别人都叫这个名字，说像是奈何的奈，是认命的意思。奈确实是奈何的奈，但你爹说不是无可奈何的意思，是奈何不了我的奈。奈何不了我。长风，你儿子把你没干完的活干了，教廷总部拆了，赫尔曼的老东西也化成灰了，你在地下可以踏实睡了。他儿子比他还能折腾，灭世黑龙打下来了，娘也救出来了，长风肯定嘚瑟坏了。老陆，沈院长，我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从来没认真跟我说过。你爹啊，陆叔说的对，疯子。别人用机械缝合造武器，他偏要造什么不用杀戮就能结束战争的东西。0号机，代号破晓。17年前，在北境冰川，你爹驾驶神明的第一波降临，一炮轰碎了他们的空间裂方程器，代价是自己的灵能海过载，变成了普通人。不是教廷编出来骗人的吗？教廷编的是神赐血统，是真的。100年前，他们撕裂空间降临，扶持教廷用人类的基因培育生物兵器。你爹和你娘就是为了对抗他们，才发起了黎明计划。0号机现在在哪儿？北境冰川最深处。你爹当年力竭昏迷，是你舅舅苏黎把他从驾驶舱里拖出来的。后来苏黎留在那里守了17年。吴静，你刚才说我哥还活着？苏安姐，我以为你知道，苏黎当年留下来断后，被灭世黑龙喷下了冰川裂隙，我们都以为他死了。但3年前我收到过一封从北境送出来的密信，是他的笔记，只有2个字。他为什么不回来？不知道，但既然说明0号机还在，也说明裂缝那边的东西没有彻底消停。
这是你舅舅苏黎，比我大3岁。你爹的0号机是他和你爹一起造的，他负责机械结构，你负责神经结界。他们2个是黎明计划最强的搭档。他一个人在北京17年，怎么过来的？你舅舅从小就是这样，认准了一件事，死也不会回头。你爹让他守着0号机，他就真的守了17年。娘，我想去北京，把0号机会也带回来。北京很冷，你爹当年就是从那里回来以后，身体一直没好过。我不怕冷，娘，我想去。拿着，这是妈在培养用里用10几年时整理出来的机械缝合的完整理论体系，还有你爹生前最后的研究笔记。他没能完成，他一直在研京把0号机带回来，但记住，带回的不只是机体，是你爹没做完的梦。我记住了，娘。试试，袖口补好了。北京冷，多穿几层，这件贴身穿，暖和。娘，这件衣服太旧了，你不用每次都帮我。旧衣穿着舒服，你爹当年也有一件这样的校服，他穿到磨得透明了都舍不得扔。他说衣服旧了，说明陪你走的路长。苏老师，我们也能学会吗？我们没有血统，也没有起源骨片。能。机械缝合的本质不是依赖某一件神器，是理解机械与生命的共鸣。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潜力。我以前也没有血统 ，F 级，现在站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贫民窟来的，没有觉醒任何血统。苏老师讲的我听懂了，但手就是做不到。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学这个？我以前也住在贫民窟，也被人叫 F 级废品。觉醒日那天，我召唤出来的初一阵风就能吹走，所有人都在笑我。你看我现在变成你这样吗？你不用变成我，你变成你自己就够了。阿松，记住，工具在你手里，路在你脚下，你不需要变成任何人。阿松，我过几天要出一趟远门。去哪儿？北京，去接我舅舅，还有我爹留下的0号机。北京，那里很危险的。我听说教廷的残余势力都退到那边去了。危险也得去。我爹的0号机在那里，我舅舅在那里守了17年，而且我娘说，北京冰川下面封着的那些神明，最近有开始烈性量在积蓄。神明真的存在？他们但不是教廷一种生物，比我们强，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我爹17年前就打退过他们一次。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我走之后，课堂交给你。交给我？我连基础阶阶都没练熟，我教不了别人。第一道痕迹的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你比我更适合当老师。我缝的是机械，你缝的会是人心。李先生，我怕我做不好，我怕辜负。做不好就继续做。阿松，你不是 F 级品，辜负了，你从来都不是。记住这个。该走了。北京的地牢里关着当年和你爹一起战斗过的几个老战友，如果他们还活着，把他们带回来。他们的名字都在上面了。还有，那是你进最深处的冰川下面，代号薄小，比渊还要早的原型机。如果他还在，带他回家。娘，我会的。你穿这件衣服，像你爹年轻的时候。娘，我会回来的，我保证。妈等你。李先生，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会让这里每一个学员都能独立完成基础阶阶。不只是基础阶阶，是让他们明白，他们在缝的不是机械，是他们自己。我走之后，课堂交给阿松，谁不服，等我回来亲自收拾。是，我一定做到。这是当年黎明计划的成员徽章，你爹的，我保管了10几年，现在物归原主。谢谢沈院长。北京冷，我腌的咸菜，路上吃。谢了，老陆。滚吧，别给你爹丢人。渊，目标北京，出发。长风，你看到了吗？你儿子去走你没走完的路了。初一，快到了。0号机就在那下面。初一，普渡，先别动。你胸口那枚徽章是李长风的。你是谁？我叫苏黎，你母亲的哥哥，你舅舅。我娘从来没说过她有个哥哥。因为他以为我死了。17年前北京战役，我留下来断后，被荷尔曼的灭世黑龙一口龙气喷下了冰川裂隙，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但我没有。掉下去之后，我用最后的精神力把自己的左臂和一台报废的工程机械臂缝在了一起，然后我用这只手从冰川深处一寸一寸挖了出来。你一个人
在这里守了17年，不只是守林浩下面，风着冰川神明第一次降临而失了一计。他们当年不是主动撤退，是被林浩基击退。你爹用林浩基的主炮一炮轰碎了他们的，代价是他自己的灵能海。我把他从驾驶箱里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但手里还握着操控杆。你长得像你娘，眼睛像。你爹的灵浩基是人类唯一一台真正击退过神明的兵器，它被封存在冰川深处，不是因为坏了，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驾驶它。直到你来了，舅舅，带我去看灵浩基。这些都是你刻的？冰窟里没有纸笔，用左手刻的。17年，刻了这条冰道。你爹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破晓。你爹最后一次驾驶它是在17年前，我把他从驾驶麦里拖出来的时候，他把徽章摘下来，让我交给沈无赦，把骨片留给苏婉，把灵浩基留给我。他说过我儿子有一天来了，告诉他这把钥匙我一直给他留着。爹，你爹说灵浩基和渊不一样，渊是你娘造的，是毁灭性的战略轰炸机，灵浩基是他造的，是守护者。他的主炮不是用来杀敌的，是用来中和高维生物的空间能量的。他成功了吗？成功了一半。灵浩基的中和炮需要消耗驾驶员的灵能海，你爹的灵能海就是在那场战斗里烧掉的。后来他变成了普通人，但他变成普通人以后后悔过吗？他后来和你娘逃到江城，在贫民窟生下了你。我收到过他取名叫阿奈，奈何不了我的奈。阿奈，破晓的主炮是你爹用命换来的设计，用的时候记住他的话，不是为了杀戮，是为了守护。我知道，舅舅，你跟我一起走吧，娘看到你一定很高兴。我还不能走，北京冰川下面那些东西，裂隙的能量在积蓄，神明的第二步降临不远了，我留在这里守着。那我也不走，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守。你必须回去，把你娘、沈无觉、陆六，还有你在王都教的那些孩子全部动员起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舅舅，我会回来的。去吧。爹，我收到了，我会留着命，多陪娘几年。还有，我也会守住你想守护的东西，阿奈。几天后，那是破晓，长风的破晓。林浩基还活着。你见到他了？见到了，舅舅，苏黎，他还活着，在北京守着裂隙。哥，还活着。阿奈，你爹以前总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不是造了林浩基，是给你取了个好名字。奈何不了我的奈。奈何不了你，也奈何不了我们。是被遗弃的钥匙，打开荆棘的窗，你都是逃虚妄。加特林4岁伪装，废铁也能成狂，碾压所有嚣张，风和破碎过往。